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你们别跟别人说啊。今年过年，我妈一年到头舍不得花钱，到大年初一给孩子包的压岁钱，最后被温迪给花了。当时那场面吧，还真挺壮观的。孩子们只要说一句“姥姥过年好”，我妈就给1摞5块钱。姥姥过年好，好，给一个。姥姥过年好，姥姥过年好，再给。姥姥过年好。当时温迪在旁边啊，我真是使出吃奶的劲儿薅着温迪，要不然他说啥就要上，高低要加3，也给我妈刻一个，跟我妈说句“姥姥过年好，姥姥过年好”。因为温迪被这个场景给震慑住了，他惊叹中国小孩过年的净收入，指着翟奥达、张拿铁一直问我：“那他们这种高收入人群，难道不需要交税吗？”然后刚从我妈那走，我就跟翟奥达说：“我说压岁钱一会儿都给我啊。”拿铁立马就给我了。翟奥达开始反骨了，问我：“给我的钱为啥给你呀？”温迪也过来了。对呀，给他的钱为啥给你呀？我说：“那他平时不得花钱吗？光上学就得多钱呢？”温迪说：“这话说的，那如果过年没有压岁钱，你让你的孩子当文盲啊，不接受文化教育了，那给孩子的就是给孩子的。你既然都给了，你就得让孩子享受可以自己花压岁钱的快乐。”我就懒得跟他掰扯这个事儿，然后这个事儿我就忘了。过2天我们就去了哈尔滨，到哈尔滨我就发现了一些端倪。哈尔滨呢有个老虎园，这老虎园你可以买了肉坐车进去喂老虎，也可以只花车票的钱不喂干看。那温蒂的性格呢，你们也知道，他恨不得车钱都不掏，就自己溜达进去。我说那肯定是不会买肉的，没想到人家温蒂今天不光要给老虎喂普通的肉，还要给老虎买活鸡喂，不光要买活鸡，还非买那个贵的，80一只肉食鸡，150一只笨鸡。温蒂说咱要买就买那个贵的笨鸡 ，stupid chicken， 人家一共剩6只 stupid chicken， 全被温蒂包了。我当时就纳了闷了，他自己儿子都舍不得喂的人，今天花血本喂老虎。出来到了那个纪念品店，温迪也是买冰箱贴、老虎纪念衫，还给翟大拿铁买玩具。我正搁这理解不了呢，张拿铁说漏嘴了。张拿铁告诉我：“妈，你快点挑东西，我姐兜里就剩5块的了。”我才整明白，翟奥达的压岁钱放温迪这保管了。这次出来玩，看起来是温迪一直在给自己和周围所有人慷慨的买东西，实际上花的都是我妈的钱。当然，人翟奥达也没忘了他的姥姥，借温迪手机给我妈打视频问：“姥姥，我们现在在老虎园，你有什么喜欢的，我给你买。”我妈正搁那跪地上干活擦地呢，赶紧跟孙女说：“不用不用，姥啥也不要，你玩的开心，姥就开心啊。”我就瞅我妈还搁那含辛茹苦呢，给孩子钱都被温迪花了。我看着温迪搁那花钱，我在看我妈搁这费劲哈腰拖地呢，我这个心疼，赶紧给她安排上科大讯飞 AI 扫拖机器人 X3，它能识别人体姿势和手势动作，直线要扫的地方精准锁定，快速打扫。遇到液体污渍先拖后扫，还可以说哪扫哪，喊一声小飞小飞，打扫家中各种地方。但是这个事儿属实是让我不高兴了，我真不高兴了。我觉得我妈攒钱给孩子也不容易，就这么花了，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妈。可是没想到从哈尔滨回来，温迪拿着他的家园跟我说，让我给他换点人民币。他把换回来的人民币一共1200多块钱都还给翟达了。温迪跟我说：“我不可能花孩子钱的，我只是听翟达说他年年收红包都特别开心，但是没有1年能自己留下压岁钱，能自己花一次。我就寻思让他也过把瘾，想买啥让他买点啥。我姐姐有好多好多的钱，我怎么没有啊？因为你都给妈妈了呀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呀？那你当时就是给我了呀，你自己给的。不可能，我傻呀，我傻呀。”哎呀妈呀，我的婆婆呀，我都没敢给你们录这个场景。前天晚上，我婆婆跟着我去我家住在一个镇上的亲戚家做客，晚上10时许非要出去买雪糕，买完雪糕回来跟我说：“海洋，咱们出去，对面的小区里面有 party， 非常热闹，好多人啊，有鲜花，有音乐，还有现场乐队。”我说：“鲜花、音乐还有乐队，室内室外呀？”温迪说：“是室外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都在一个棚里。就是这个参与者的着装色调上有点单一了，也可能是玩黑暗金属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听着更像死亡金属的。”我说：“温迪，那应该不是个 party。”温迪说：“可是好多人呢，还有现场乐队，它是一个 live house 吗？”我说：“那里边啊，应该有1个人，不是 live，所以它不是 live house， 是 dead house。dead house。”我给解释完，温迪大概懂了，还跟我说：“哎妈，幸亏我问你了，当时我差点就进去了。”我说：“因为里边有音乐呀。”他说：“我看里边摆不少水果，摆不少水果。”温迪这才懂得了，当时这个 live house 里边的乐手啊，尤其是管弦乐手，不管曲风悲与否，都是要把你送走这么个道理。然后第2天呢，我们就回到了铁岭。我妈不是老嫌温迪抠吗？就老怼他，俩人之间呢就关系有点紧张。我妈呢就好面子，说归说，说完还请人温迪吃饭。到了饭店，别人都上楼了，我妈还在1楼花了35给温迪预约了一个节目表演。结果呢，这饭刚吃上，这俩女的也不说话，气氛十分尴尬。突然开门就进来一个人，一首那个往事只能回味。温迪也分不清是唢呐还是葫芦丝，反正是管弦乐。人家进来吹奏的第1秒，温迪完了，死亡金属。我妈问温迪：“温迪，你说这个下首歌，他是给我吹还是给你吹？”温迪面无表情，强忍着内心的突突，椅子都坐湿了，跟他儿子说：“不就是不喜欢我？怎么东北人一不喜欢就玩命呢？”我说：“温迪啊，你误会了，管弦乐本身没事儿，你得看环境，你别管这个环境里有没有鲜花，有没有乐队，有没有水果，只要没有照片儿就没事儿。”温迪懂了，开始忘情的享受这个葫芦丝的表演，也给他喜欢的。他总结的就是中华民乐多精湛，就看眼前的葫芦丝慢，葫芦丝慢。我这表情必须到位啊！
头都赢了。跟我说，哎呀，你看这葫芦丝，让你吹葫芦丝，你说他是靠这个眉毛挂档的吗？太酷了！你就看这个表情，你说是悲是欢是离是合，咋说都行。然后转身跟我妈说，我们的孙子拿铁工作找着了，将来就成为这个眉毛乱飞的葫芦丝曼。你说带个音箱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，多美好的工作。我妈说不行，你这工作赚的不多。温迪说一曲就35，赚多少是多呀？我妈说你这工作不稳定。温迪说多稳定啊！今天这种饭局天天有，昨天那种 party 那不是更天天有吗？世界上最稳定的工作就是这个，远处有没的人，近处就有葫芦丝拉。你说你怕啥？怕没拉？怕没拉？给我妈气的，但是温迪完全没有眼力见，一直疯狂补刀。我妈给拿铁买了个梳子，一边梳一边说：“你看我孙子这头发越长越好，将来肯定不像他爸那么秃。”温迪说：“他爸也不是2岁秃的，你着啥急呀？他家3代一过30，全完。”我妈还一直疯狂的给2个孩子夹菜，说多多吃，咱家俩孩子肯定长大高个。温迪说：“他将来吹葫芦丝的话，长那高干啥呀？你看眼前这位，也就1.7米，都吹翻白眼了，我就得当和事佬，说我婆婆不会说话，妈消消气儿。咱有 GNC 儿童钙镁锌，光是有机钙含量就达到200毫克，还有镁锌和维生素 D， 有机成分不刺激，孩子更容易吸收。添加了接骨木酶和赖氨酸，助力宝宝快乐成长。88年的品牌值得信赖，而且一次一条就这么就喝进去了，根本不用愁孩子不爱喝，酸甜小味儿不用劝自己干。你这么大肚子，给大肚子人吃。你家下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酒过3巡，也不知道为啥，温迪给我妈赐了个名叫 Jessica。Wow, Jessica's out again. 哎呀，你还不说我还不知道呢，我以为是我跟珍妮之间有点不愉快是我的错呢。现在我才发现，你们家祖孙3代都没啥正经人。哎呀，哦。啊，烦谁不知道，这人真是抽啊。最近呢，生了一点小病，做了个小手术。先不要同情我，平时你在家想躺下，这个找你，那个找你，全是事儿。现在往这一躺，啥也看不见，啥也不操心。我对外说呀，这个借着休息，我也要提升一下自己，读读书。但实际上呢，我这几天医生啊，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手术之后啊，好好照顾你老婆。大胖媳妇说，那肯定的。但是他对照顾这个词儿呢，他有他自己的理解。我说你呀，就在家管好孩子就行，你不用来管我。他说我一定做你最爱吃的东西给你送过去。在家做好了菜，摆完了盘，还用保鲜膜都裹好了，送到了医院。一打开哈，不是汤，不是粥，是厚切的3分熟大牛排。在病床前就硬给你伺候出一种茹毛饮血的感觉。我都不再觉得我在病中，我觉得我就是武松，我要打虎。关键呢，牛排也就牛排了，他忘带刀叉了。他说媳妇，你别着急，我出去给你要。然后出去之后，挨个护士站问你有刀吗？我说你可别问了，你再往里走就是肛肠科。搁那个地方，你说他敢给你刀，我也不敢用啊。但挺贵，牛排咱不能浪费，就只能拿手直接抓着啃，都滴血。他说其实我这个菜哈挺有巧思的，我给你选的这块肉是 beef rump， 就是牛屁股上最好吃那块肉。巧了，没有带刀叉，你只能啃。所以你面前这道病号餐的名就叫肯定能行。然后我妈在铁岭听说了，给他骂了。啃什么定肯定？接下来这3天啊，就清淡，只有清淡，你懂不？我也不知道大胖媳妇是咋回事，有时候记汉语它是错乱着记的。她早晨听的就是清淡，到晚上就记成了淡清。夜深人静，大胖媳妇摆好了20个水煮蛋，不自理蛋。然后我呢恢复挺好，提前就出院跑家去了。回家发现妈就走了3天，翟奥达居然瘸了。我说翟奥达你怎么能瘸呢？翟奥达说我就在家蹦床，学我爸后空翻掉出来了，脚崴了。我就纳了闷了，都说爸爸带娃活着就行，我看活着咱也费劲。没事，妈有新东西，这小度天天闺蜜机，27英寸的类纸屏，追剧超爽，不伤眼，还能自动唤醒。小度，是不是？我要看张彩玲脱口秀，能唱 K， 配上送的麦克风，这立体环音音效随处可 party， 不能 AI 健身，这小人会同步我的动作，进行 AI 实时纠错打分，这就好像请了个私教，又不比我办卡。我后来实在忍不住，我问大胖媳妇，我说孩子摔着的时候你干啥去了？她说我在拉屎。我说你怎么老拉？你一拉一泼怎么那么长时间呢？胖姐说我2天吃了25个蛋黄，那叫一个干呐，哎，我感觉我都开到8指了。我当时真有心，我就顺转抛得了。我本来寻思吧，回家了挺好的，但是我妈又做了一个失策之举，非得让大胖媳妇给我补。大胖媳妇根本不知道啥叫补。我妈说，就比如买个鸡，比如买个甲鱼。然后我妈知道她啥事儿，老爱问我，就跟她说，你别老问她，你让她静养。你去她菜市场，能补的这个食材你都能买回来。大老爷们这点事儿办不明白吗？大胖媳妇呢也努力了，带着翟奥达一起去的市场。鸡呢办的没毛病，到处问我要本鸡，人家没听懂，他查一下词典啊，我说的没有错 ，stupid chicken， yeah， 给我挑一个最 stupid 的。至于乌龟呢，稍微有点难，翟奥达还一直帮他爸去搜啊。乌龟是 turtle 这儿 stupid chicken 这也没有 turtle 啊。爷俩在市场室内室外走了2大圈，最后还真买回来2。但是呢，有点困惑。回家时候问我，
灰埋着了，是吧？3厘米大不说，这咋还印个小猪佩奇呢？Stupid turtle 啊，Stupid turtle 啊。